今天我们又要来玩一个新玩具了，这样一个玻璃的手摇咖啡烘焙壶。我上一次自己来烘咖啡豆呢，大概至少是在好多年前了。然后那个时候用的还不是一个玻璃的啊，那个时候是用的一个手网，它是一个木质的把手，然后再加上金属的这样一个滤网，所以说相当重的。那这个呢，我现在至少目前的感觉来说啊是比较轻的，而且它的设计挺有特点的。这下面有一个这个往里面凸起来的，怎么说呢，像一座小山一样的。我估计啊，它是可以在我们摇的时候呢，可以让里面的咖啡豆分布的更加的均匀。这样的话，就是烘焙出来，可能每个豆的烘焙程度就会差不多。它还随机附赠了4包这样的咖啡生豆，我得到的是罕贝拉花魁女王 Plus 记忆日晒。我的理解啊，每一小包就正好可以放进去烘这么一次。那有多重呢？我来称一下，32.5克，也就是30克左右吧。一次可以烘30克左右的这样一个生豆。30克的话，我们手冲大概每次12克，就是2杯多，3杯吧，就是按照3杯的量来。那今天既然他送了我4袋这个的话，那我们就烘2锅。一锅呢，我把它烘成是浅烘，我们来做一个手冲来试一下。然后再来一个呢，就是我们把它烘成深烘，然后做一个意式的，然后分别来看看。根据说明的第一步，我们需要先将这个玻璃壶呢稍微预热一下。手这样拿着这个手柄呢，其实并不会觉得烫啊，至少现在还不会烫。我不知道待会儿拿久之后会不会有感觉。如果觉得烫的话，戴一个手套就行了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还是不把它离得太近啊，因为还是有点担心的。第一次用这个东西，我感觉差不多了。好，倒豆。一开始的咖啡豆呢，实际上是在脱水阶段，不一定要拼命的摇，对，可以是这样，过个2、3秒，然后摇一次，只要是保证它比较均匀的来加热就可以了。对，比较随意一点啊，反正是烘完之后都是自己喝的嘛，好喝歹喝都是无所谓的。其实可以看到咖啡豆上面颜色的一些变化。刚刚进来是那种有点青草的草绿色，现在呢已经有点颜色转褐了一点点，比我想象中的要快。好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稍微加快一点点摇动的速度，这样的话还是要尽量让它能够稍微均匀一些。其实不用这样摇啊，这样摇反而我觉得有点吃力不讨好，就左右摇晃就行了。看一下，你看已经在冒烟了，已经在冒烟了。然后银皮有些银皮已经在开始脱落了，颜色明显已经有些变化了，但是我感觉好像不太均匀，好像不如我想象当中的那么均匀啊。是不是我一开始摇的有点太慢了啊？我尽量现在把它给扭转回来啊，看看能不能扭转的回来，让它尽量的均匀一些。对，这个到底离火有多高呢？我觉得全靠自己的感觉和控制吧。然后因为这个玻璃手摇壶，它的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？就全透明嘛，你可以完全的看到这个整个过程，也就是说豆子从青色，然后到这个褐色，然后整个的变化过程你都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得见。然后并且它的这个过程啊，比如说脱水的过程，然后它的这个银皮脱落的过程，然后是不是均匀，你都可以看得到。所以它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完全跟着自己的感官去进行随时的调整。哎，这是我觉得玻璃的这个手摇烘焙壶一个好玩的地方啊。至少现在我用下来手还不会累，而且呢也不会觉得烫，体验还是不错的。换只手继续摇，火可以开小一些，对，就是享受这样一个过程嘛。对，然后烘的时候呢也要特别注意啊，就是我们拿这个握把呢千万不要往前拿了，往后面拿，尽量往后面拿，这样的话会更安全一些。确实往前拿了之后，它还是会有些烫。如果觉得要加快一些的话，那就离火近一些；如果想要慢一些的话，就离火远一些。总之，这是一个非常随性自由的这样一个过程。对，可以跟着感觉走啊。哎，怎么又摇出来了？对，它这个还是会有一些容易摇出来啊。所以说，那它的这个口的设计是不是也可以稍微优化一些呢？可以尝试把我们的频率变慢，振幅变大，或者说是频率变大，振幅变小等等。哎，你看频率变大，振幅变小之后和频率变小，振幅变大，它确实
出来的感觉会不一样。一爆开始了吗？好，一爆开始了，听到声音了吗？好，密集的一爆。啊，很美啊，这个声音真的很美，啪啪啪啪啪。我们等一爆差不多之后，就这一锅就可以烘完了，因为我们要的就是浅烘嘛。好，关火。然后它这个豆子倒出来也特别有意思啊，你看，只要往这边就可以出来了。其实烘焙好之后应该是要立马给它降温的，但我这边是没有专门的设备的，所以说先就这样还可以啊。好，接下来就用这个来做一杯，来试一下。哦，鼓起来了，明显的，新鲜的豆子就是不一样啊！新鲜的豆子，新鲜的烘焙，新鲜的研磨，新鲜的制作。然后味道呢，刚入口感觉没有那么刺激，但是它的回味还是比较刺激的啊，比较符合这个非洲的豆子的特点。好，所以我们接着再来一个深烘的，做一杯意式的。我刚才第一锅的时候，一开始好像，温度稍微高了一些，火力稍微大了一些。我现在尽量把火力控制小一些，这样的话就是提高它的均匀度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好玩的地方就在于你每一次都可以。对上一次进行调整嘛，而且你每次其实就只能烘那30克左右，对吧？所以说很快就能喝完，很快就能烘下一锅，然后在烘下一锅的时候呢，又能对上一锅犯了些什么样的错误进行调整，然后让你快速的找到最符合你自己的口味，最符合你自己的这个装备的这种好的这种感觉，自由度会非常大。好，下豆。对，中间那个凸起呢，它总会让一些豆子去翻过这个小山峰，然后它就顺利的就转面了嘛。这样的话就不至于让某一颗豆子的它只是一个面冲着下面，这样的话不就不均匀了吗？对，而且我刚才摇了第一锅下来，其实没有觉得手累啊，相对来说它还是比较轻的。感觉已经有点出油了，2爆了啊！好，关火，你看还在继续爆，出油了，很明显出油了。好，倒出来，物理降温，明显吧？这次均匀度要比第一次要来得更好一些。你看，这是第一锅的，这是第二锅的，啊，明显不一样吧？对，烘焙程度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应该算是深烘了。好，作为意式。那用什么来做意式呢？那必须是酒吧嘛。好，期待酒吧做出来会是什么样子。好，粗叶，漂亮，油脂非常的厚。看到这油脂没有？啊，是不是很夸张？太好喝了，成功！自己用生豆，自己在家烘，然后自己做咖啡，完美。